霍家3代人努力攒下100亿身家，霍英东却用1元让霍启刚错失300亿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霍英东就看中了南沙这块地皮。然而彼时的南沙群岛就是一片荒芜之地，想要开发出来难度可想而知。但霍英东却还是想要将南沙打造成第2个香港，因此在认定该地域有着非凡的潜力后，他直接大手一挥买下了3万亩的地皮，并前后砸进去了近50亿用于当地开发。而这还不算疏通关系所用的花费。事实证明，霍老爷子的眼光确实非常毒辣。如今这些地皮在霍家的开发下，价值一路猛增，已然涨到了3000亿，让人十分眼红。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，虽然霍老爷子是南沙项目的主要开发人，但南沙相关产业却并不属于霍家，因为早在90年代，霍老爷子就用1块钱将其卖给了霍英东慈善基金会。不过同时也定下规矩，将来子孙后代有需要，可以按照市值进行回购。然而今时不同往日，霍家就算是100亿豪门发展再快，也比不上地皮价值增长的速度。好好的摇钱树，如今变成了烫手山芋。霍英东似乎是真的把霍家给坑惨了，就连曾经围绕在霍启刚身边的名媛也纷纷离他而去。但事实上，霍老爷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全是为了家族的发展考虑。众所周知，就算霍老爷子在去世前已经做好了遗产分配，但等他去世后，霍家3兄弟还是因遗产纠纷闹上了法庭，彻底丢尽了100亿豪门脸面。区几百亿，几个兄弟姊妹就能闹到如此地步，上千亿的资产岂不是更要争得头破血流？到时候霍启刚这个继承人人微言轻，又如何阻止得了家族分崩离析呢？倒不如将资产变相捐赠出去，用来激励子孙后代，到时候谁有能力谁再赎回来。有了共同的目标，家族自然会长盛不衰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霍老爷子此举也变相为霍启刚从政铺了路。看到霍启刚身后的2位贵人，才明白他的仕途为何走得如此之顺。首先第一位就是他的爷爷霍英东。12月初，霍英东纪念馆在万人瞩目下正式开馆仪式在南沙举行。为了表达对霍英东老先生的尊重，不仅赌王家族掌权人何超琼到场祝贺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前来观礼，甚至霍家内部也摒弃前嫌，3房成员齐齐到场，场面之大令无数人咂舌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并不是霍家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场面。2006年，霍英东老爷子的葬礼场面才是真的史无前例。彼时不仅有国旗盖棺，葬礼现场还有京城高层领导送来的挽联鲜花，甚至连李嘉诚赌王都亲自来为霍老扶灵，送他最后一程。而霍老之所以能享受如此高规格的葬礼，不是因为他赚了多少钱，而是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。动荡时期，他不顾自身危险，不断为国家输送物资；和平时期，他又在国际上游走，为我国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而他用60多亿建设的南沙，在有回报时，他又变相卖给了祖国。有着这样一位为国家奉献一切的爷爷，霍启刚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他会成长为一个根正苗红的好青年。而除了霍老爷子之外，霍启刚最该感谢的第2位贵人就是他的妻子郭晶晶。要知道，郭晶晶可是手握77枚金牌的世界冠军，是被全国人民当成宝，有着14亿娘家人的存在。爱屋及乌之下，粉丝们不但对霍启刚充满了好感，就连霍家也靠着郭晶晶低调朴实的作风，扭转了外界的口碑。上有祖父父亲打江山，下有贤妻陪伴在侧，在如此强大的背景下，霍启刚的正途自然是看不到上限。只是同人不同命，与霍启刚相比，霍启仁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如果不是霍启仁因花心背上命案，恐怕他与霍启山早晚有一场恶战。对于外界来说，听得最多的恐怕就是霍启刚以及霍启山的故事，对于霍启仁却始终感觉陌生，甚至连霍家人也很少在外提起。这不免让人好奇，同样是霍家的子孙，为何3人差距相差如此之大呢？其实这都与霍启仁做下的那些荒唐事有关。1988年，含着金汤匙的霍启山在香港出生，然而在这个时间，霍震霆和朱玲玲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。霍震霆去内地考察工作时，出轨了一名女主持。朱玲玲得知此事后，感到十分绝望。在经历了分居吵架后，朱玲玲最终在霍启仁12岁那年与霍震霆离了婚。或许是对于小儿子的亏欠，净身出户的朱玲玲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将小儿子带在身边照顾。霍震霆也自觉亏欠，对霍启仁也是十分宠溺，于是便同意了下来。都说慈母多败儿，在这种亏欠心理的作用下，霍启仁也渐渐长歪，在青春期时便开始流连各大夜店，和五花八门的女孩闹出绯闻。而朱玲玲、霍震霆也总觉得孩子还小，对他一忍再忍，甚至为了给他成长的空间，还将他送去了国外读书。只是让两人没想到的是，出国之后的霍启仁会更加疯狂，不仅多次在学校挂科，还在有女友的情况下出轨了女友的闺蜜，导致其女友大受刺激，最终跳楼身亡。本以为经过此事后他会有所收敛，不想回到香港后，他再次惹出事端。喝酒后大半夜与朋友飙车，直接撞坏了环山公路上的护栏。为
为此，一段时间内，霍震霆也肉眼可见的苍老不少。在成功解决这件事后，霍震霆终于意识到是自己的溺爱毁了儿子。为了避免他犯下更大的错，他直接将霍启仁送去了内地严加管教，直到近几年才放出来。如今的霍启仁虽然跟随哥哥们做事，但他所犯的错误注定了他这辈子再无机会超越两个哥哥。